初见我后妈林彩泉时，我才8岁。那日，她这一袭墨绿色长裙，白净粉嫩的面容未施粉黛，却依旧光彩照人。与之前爸爸带回来的所有女子都不同，她给人的感觉如沐春风，对我也极好。她不像之前那些女子，当着我爸的面虚伪地对我好，背着我爸便打我骂我。爸爸或许也觉得她特别。没过几日，她和林彩泉结婚了。他们结婚后，我多次听到过爸爸想和林姨给我生个弟弟或是妹妹，美其名曰怕我孤单。我自然是不想的，我不想有人分走本该属于我的爱。在我们这个重组家庭里，一旦林姨有了孩子，那么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，而我好似成了多余的那个。林姨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不悦，总会婉言相拒。我怕到时候带孩子太忙太累，会忽略小何的感受。我现在只想好好爱我的小何，以后再说吧。每次拒绝都会看着我莞尔一笑，继而将我抱在怀中。林姨为我补全了缺失的母爱，她是那样温柔贤惠，我也自那以后改口叫林姨为妈妈。越是美好的东西，越容易破碎。10岁那年，后妈怀孕了。孕期3个月时，她如往日一样去练瑜伽。我写完作业后，看着家里有些乱，开始打扫家务。拖地时，沙发下一个藕粉色皮质盒子吸引了我的注意。打开后，看到了一张报告单，上面赫然写着后妈已然摘除子宫。那时我并不懂，可搜索软件懂，她根本不可能怀孕。我从搜索词条退出来后，将那张报告单小心折叠回原样，想要放回去。就在这时，后妈回来了。苏荷，你干嘛呢？她说着冲了过来，怒目圆睁地夺过盒子。你看见什么了？我被吓得怔在原地。这是她第一次发火，狰狞凶狠的模样，好似要将我活吞了。我看见一张纸，但上面密密麻麻的字看得我眼晕，而且我好多字都不认得。那张纸是干嘛的呀，妈？后妈闻言轻舒了一口气，随即把报告单拿出来，云淡风轻地撕了个粉碎。没什么，小何，一张废纸。她将碎纸丢进垃圾桶后，话锋一转，对了，宝贝，刚刚回来时，我看楼下新开了一家披萨店，要不要尝尝？我并不饿，但她还是带我去了。出门时不忘将垃圾丢掉。自那以后，后妈性情大变，她像婚前我爸带回来的女子一样，人前善待我，人后苛待我。爸爸把后妈的情绪变化归为孕期反应。几次我想把报告的事告诉她，可后妈都在场，我无从开口。蝉鸣此起彼伏的夏夜，我在卧室里听到后妈开门的声音。我如往常一样去迎接她，顺便把她手中提的重物接过来，可她却破天荒地拒绝了，别碰，回屋写你的作业去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虽回屋了，但还是蹑手蹑脚地溜了出来。只见后妈在厨房里打开一个小绿瓶，倒掉一半可乐后，把绿瓶里的液体灌了进去。趁她去厕所的功夫，我从垃圾桶里找出绿瓶子看了一眼，居然是百草枯。马桶冲水的声音响起，我踮着脚飞快回了卧室。后妈从卫生间出来后，来我房间里看我的作业完成进度，随后去丢垃圾了。准确来说，她是去丢那瓶百草枯。餐桌之上，后妈做了道麻辣牛肉，辣得烧心。爸爸见厨房里有可乐，将那瓶夺命水拿到了餐桌上。彩泉，怎么只买了一瓶啊？后妈低垂着眉眼，自顾自吃着菜。小何想喝，专门给他买的，你可别抢小孩的。爸爸抚掌大笑，好啊，你们娘俩统一战线，开始排挤我了。话音未落，爸爸把可乐递给了我。我装作浑然不知，接过后递给了后妈。妈，还是你喝吧，老师不让我们喝碳酸饮料。后妈面露难色，尴尬地笑着，孕期也不能喝，专门给你买的，快喝吧，宝贝。爸爸看着彼此谦让的我俩，不禁露出欣慰的笑容，刚要接话，就被一通电话叫了出去，是上司打来的，爸爸临时要出趟短差。后妈右手扶着腰为我爸收拾着衣物和洗漱用品，我看着他做作的样子，实在想吐，可我并没有当即拆穿他。没有子宫，完全可以坦诚地告诉我爸，亦或是继续之前善意的谎言，拿我来做挡箭牌。可他都没有，这勾起了我对他假孕目的的好奇心。我们目送爸爸出门后，继而回到了餐桌之上。我拧开可乐递给他，见他不喝，我站起身，顺势往他嘴里灌，他这才露出狐狸尾巴，一把推开我后，满脸羞怒地捂着肚子。小何，你疯了吗？孕妇不能喝碳酸饮料。我看着那瓶与可乐颜色无异的毒药，嘴角微颤，继而硬生生挤出一抹微笑。你怕什么呀，妈？这是饮料又不是毒药，看把你紧张的。林彩泉轻哼一声，随即笑着摇了摇头，真是把你宠坏了，都学会呛人了，宝贝。我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满眼宠溺的瞧着我的女人会如此恶毒，一边喊我宝贝，一边想要了我的命。瞧着后妈那张人畜无害的脸，不禁后背一阵寒意袭来，杀人可是要偿命的。后妈错愕地瞪着我，刚要开口，被一阵门铃声打断，是爸爸回来了。哈哈，公司临时调度，我不用出差了。后妈轻咳了2声，好似在提醒我不要多嘴，随后一副贤妻良母的模样，去门口迎接我爸。爸爸连声拒绝后，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后妈坐到沙发上。彩泉，你现在可是有孕之身，可千万别累到了。看着爸爸眼里满是爱意，我实在不忍开口，只能径自回了卧室。
我躺在床上呆望着天花板，在想如何告诉爸爸时，后妈端着洗好的蹄子走了进来。小馋猫，快来吃呀！后妈将蹄子放在桌上后，话锋一转，刻意压低了嗓音：小何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爸爸哦，不然我可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来哦。说罢转身离去，下一秒只听到后妈一声惨叫。我循声跑去，居然是爸爸在喝那瓶可乐。爸爸一头雾水地看着被后妈打翻在地的可乐。怎么了，彩泉？我知道你孕期情绪不稳定，但我只是喝了口可乐，不至于发那么大火吧？该死的是你！你凭什么冲我爸发火？我歇斯底里地吼着，随即一个箭步冲上去，狠狠踹了他一脚。那时我才10岁，即便是使出了吃奶的劲，对后妈来说依旧是不痛不痒。林彩泉只抱着还没反应过来的我爸低声抽泣。我飞奔到卧室，慌乱地拨打了急救电话。挂断电话后，只听砰的一声，那声巨响吓得我双腿发软。我扶着墙，颤抖着走到客厅。彼时我爸疼晕了过去，发白的嘴唇微微张着，好似要说些什么，却又半个字都吐不出。医院里，林彩泉犹如提线木偶般挂号交钱，没有表情，没有眼泪，只机械性的跑前跑后。直到医生问起喝的什么农药时，后妈才有了些反应。她瘫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颤抖的双手紧紧抓着医生的胳膊，百草哭。但是只喝了一口，能救回来的对吧，医生？一定能救回来的对吧？医生给护士使了个眼色，护士见状跑过去安抚着后妈的情绪。医生叹了口气，无奈地离开了。我看着医生渐渐远去的背影，仿佛感知到了爸爸的结局。崩溃和自责涌入心头，我瘫坐在地上，狂扇自己耳光。为什么我要顾及爸爸对他的感情，没有早点说出口？为什么偏偏看到下毒的那一幕？如果没看到兴许喝的人就是我，我宁愿是我。经历洗胃导泻后，爸爸依旧处于昏迷中。医生这时让我去交阿托品和解铃锭的相关费用。我听不懂，但从医生额头上渗出的细密汗珠，大致明白爸爸的情况有多严重。我拿着缴费单跑去找后妈，只见她双手合十跪在手术室外，不停地磕头祈祷，地上已是斑斑血迹。医生让缴费，后妈闻声回头看向我，她的额头还在流血。我从口袋里拿出纸巾放在缴费单上，连同报告单一同递给她。她扶着墙向着收费处挪去，看来是跪得太久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。那一刻我就在想，她一定是爱我爸的，她不过是记恨我罢了，至于为什么记恨我，就不得而知了。我也学着他的样子跪在地上虔诚地祈祷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医生才从手术室里出来。好在不是百草枯啊，就是普通农药，患者已经脱离危险了。这句话如同定心丸，我们悬着的那颗心总算是落地了。病床上，爸爸苍白的脸上毫无血色，只双目无神地呆望着天花板。林彩泉坐在病床边，紧握着爸爸的手。言川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知道刚刚我有多担心你吗？爸爸强撑着虚弱的身子从床上坐起来，眸子里的怜惜之意好似要溢出来，抬起微颤的右手，轻柔地抚着林彩泉的脸。额头还疼吗？后妈拭去眼泪，笑着摇摇头。爸爸苦笑着闭上眼睛，两行清泪划过脸颊。我们离婚吧，我不想过问下毒的缘由了，你走吧。医生这时正巧来查房，后妈全然不顾周围人的目光，扑通一声跪在病床前，那毒不是我下的。别这样对我好吗，言川？爸爸将头埋在被子里，故作坚强，可浓重的鼻音还是出卖了他。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哭，还真是半路夫妻百事哀。你的狡辩就像刀子在剜我的心，我不想听，你走吧。那是我不了解成年人的世界，只觉得爸爸既然话已至此，定是真的厌烦了后妈。我站起身，把后妈赶出了病房，她真的走了，头也没回地离开了。我和爸爸说着林彩泉往可乐里加农药的事，爸爸苦笑着打断我，而后打个呵欠说想休息会儿。黎明破晓之时，后妈又来了。她煲了滋补汤给我爸，一口一口地喂着他。那个大男人又哭了，眼泪滴在林彩泉的手上。两个人依偎在一起，小声抽泣。我看不下去，跑到病房外低声怒吼，小小拳头重重地落到墙上。分明差点把命搭进去，分明已经知道他下毒的恶行，居然还能卿卿我我，你侬我侬。爸爸出院后，后妈越发贤惠温柔，爸爸也没再提过离婚的事，他已全然被林彩泉虚伪的柔情蒙蔽了双眼。我看不下去，当天和我爸说了住校的事，他同意了，但要等到他痊愈后再去学校给我办理。那天放学后，我迎着夕阳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街上，那好像不是我的家了。想到这，我蹲在地上掩面而泣。小何，你今天也被罚打扫教室啦？王乐宁从背后轻拍我的肩，眼底流露出玩味之色。没有啊，他疑惑地瞧着我。那你怎么也回家那么晚呀？我以为和我一样被罚了呢。我没说话，任凭他挽着我轻哼着欢快的歌曲。他看出我的不悦，甜笑着牵着我去了一家奶茶店。我从书包里掏出早上爸爸给的零花钱，今儿我请客，想喝几杯喝几杯。他笑呵呵地伸出2根手指，露出2颗好看的虎牙。那我喝2杯，嘿嘿。我们拿着奶茶在玻璃窗前落座，谈论着在学校里的趣事。他的笑声极具感染力，好似阴霾灰暗中的一束光亮。欢声笑语中，
我瞧见马路对面有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条精致考究的墨绿色长裙我再熟悉不过了，只是他身边还有一个男人。我紧盯着他和那个男人，生怕眨眼的功夫就看丢了。一辆疾驰而过的卡车挡住了视线，在看到时，林采泉已环住那男人的脖颈，小鸟依人地趴在他肩头。我目不转睛地拿起书包跟了出去，乐宁不明所以地抱着奶茶跑了过来。慢点啊，我奶茶要洒了，小何，你干嘛去啊？你看那女的像不像我后妈？乐宁看着不远处的林采泉，嘴巴好久没有合上，奶茶都险些掉在地上。为了不被发现，我和乐宁绕了一圈才跟上去。巷子口和他们相拥的地方离得不远，虽听不真切，但也能听个大概。男的好像在埋怨林采泉太笨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林采泉卑微地跟在身后，拉住男人的胳膊。男人没有再看林采泉一眼，我也没能看到他的模样，但他瘦削高挑的身影莫名眼熟，总觉得在哪里见过。看着那两个渐行渐远的背影，不由得怒火中烧。这一幕就该让我爸看见。你都不知道他对我后妈多着迷。哎，如果今天带手机了，该多好。乐宁没作声，乌溜溜的眼珠左右转动着。倏然他冲我挑了挑眉，我有办法能让你爸看清这个坏女人的嘴脸，要不要听？他给我推荐了一款监听软件，这是我妈之前找私人侦探查我爸时用过的。明天你把你后妈的手机拿来，我去找那个叔叔让他给我们安装。这的确不失为一个好办法，可想拿到林采泉的手机的确有些难。但不冒险肯定不行。与乐宁告别后，我默默盘算着计策往家走。晚饭后，爸爸吃过药回了卧室，后妈在浴室里敷着泥膜，她的手机就放在茶几上。我慌张地向着浴室瞧去，见没被发现，紧接着拿起水杯和她的手机一同重重摔在地上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为了不引起怀疑，我闭上眼睛，鼓足勇气，尽可能的身子前倾，继而失去重心，跌倒在地。杯子碎了，手机屏幕也碎了，就连我的手肘处也被玻璃划伤。碎玻璃零零星星地散落在客厅各处，后妈闻声跑了过来。你没事吧，小何？我捡起手机，潸然泪下，故作歉意地挠了挠头，生怕她看不到我受伤的部位。对不起妈，我拿水杯时不小心摔倒了，你的手机屏幕也碎了。看着林采泉皮笑肉不笑的神情，许是后槽牙都咬碎了。但爸爸在家，他不能发作，只能假惺惺地瞥了一眼我的手肘。你没事就好，手机碎了怕什么呀，宝贝？这不怪你。爸爸从卧室出来，看到一片狼藉的客厅，神色紧张地将我拉到身前，检查着我的伤口。为我擦点符时，我哭着趴在爸爸怀里。爸爸妈的手机被我摔碎了，我好内疚。爸爸的朋友开了家手机店，明早就可以去修，但爸爸明天要去医院复查，后妈要负责开车，修手机的活就这样被我揽了下来。明天是周末，我去找陈叔叔修吧。我做的错事就该我负责，爸爸正好可以和陈思姐姐玩一会。爸爸欣慰地摸了摸我的头，笑着说我长大了。我依偎在爸爸怀里，瞧见打扫残局的后妈正低垂着眸子阴狠地瞪着我，任凭她在恼火，依旧拿我没办法，毕竟爸爸已经发话了。次日我修好手机后，和乐宁去见了私家侦探，见我们还小又是老主顾，这次并没有收费。我如愿在林采泉手机上装了监听软件，监听后台就在我自己的手机上。林采泉拿着手机并未发现异常，他也不会想到一个小孩子会做这种事，阴冷的眼神不过是还在埋怨我摔碎他的手机罢了。装监听软件第二天，那男人给后妈通了电话，从对话中得知后妈假孕是为了嫁祸给我，让我爸体会丧子之痛，之后再顺理成章地赶我走。我好奇男人身份的同时，也惊恐于他们的歹毒。按孕期来算，后妈应该是怀孕4个月了。爸爸之所以没离婚，或许是因为这莫须有的孩子。爸爸去医院复查后已然痊愈，我不能再瞒着这个恋爱脑了。晚上爸爸下班回来后，我把所闻所见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，他竟以为我是不喜欢后妈才扯如此大的谎。好在乐宁告诉我有验孕棒这种东西，爸爸埋怨我说谎时，我拿出从药店买来的验孕棒放在了桌上。爸爸，我没骗你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不信你让他测。她早在嫁到咱家之前就摘除子宫了，怎么可能怀孕啊？爸爸看着桌上的验孕棒陷入沉思，久久没有作声。本想等后妈回来问个清楚，可她却因为公司临时有事出门了。没一会儿，后妈练瑜伽回来了，见爸爸没在家，甩给我10块钱让我出去解决晚饭。在我拿着钱要出门时，被她厉声喝住，原是她看见桌上的验孕棒了。我只顾着生气，竟全然把这茬给忘了。见我停住了出门的脚步，他立时换了副嘴脸，外面的饭不卫生，你去泡个澡，小何，妈给你炖排骨。话音未落，他已经到厨房穿上了围裙。我还是出去吃吧，炖排骨太辛苦了，你歇着吧妈。我在门口换鞋时，林采泉眉头微蹙，神色几番变幻，走到面前时又满面堆笑，轻柔地将我揽入怀中，推搡着进了浴室。为我放水试好水温后才走出浴室，洗好差不多饭也做好了，洗好叫我宝贝，我给你拿浴巾。浴室中氤氲出层层雾气，宜人的温度催人发困，不知不觉中竟睡着了。睡梦中，一双水葱般的手将我死死按在水中，这不是梦，是真真切切的压抑和窒息。林采泉正用尽全力把我的头按在浴缸之中，隐约听到他阴冷恶毒的咒骂声。
妈的，上次怎么没毒死你？我都说过了，不要想着告诉言川，为什么就是不听呢？这可是你找死，是你找死！几番挣扎无果，水灌进鼻腔里、嘴巴里，我无法言语，无法呼吸。在我以为命绝于此时，后妈松开了拼命按住我的那双大手，并不是良心发现，而是我爸回来了。爸爸见无人回应，提高音调喊着后妈的名字。林采泉抓住我的头发，紧眯双眼阴鸷地看着我。要是不怕死，你可以试试，待会敢多嘴，我要了你的命，我哪还有力气说话？艰难地从浴缸爬出来时，连呼吸都会刺痛，剧烈的咳嗽之后，头开始发晕。那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，躺在冰冷的地板上，久久不能平复。那地板的温度冰得彻骨，宛如躺在停尸间。良久后，我哭着擦干身子，穿好衣服跑了出去。只见爸爸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，我钻到他怀里，开始低声抽泣。林采泉见状，慌忙开了口：“怎么了，言川？不舒服吗？”林采泉说着，一路小碎步跑到我爸跟前，习惯性地摸了摸他的额头。爸爸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：“这有验孕棒，你去试试。”后妈尴尬地笑了笑：“这都快孕中期了，还是什么呀？你到底怎么了呀，言川？你这样我害怕。”爸爸一只手抓着后妈的手腕，另一只手端了一杯水：“快喝吧，采泉，有尿意了告诉我，我看着你测。”曾经温馨的避风港，如今俨然成了修罗场。后妈拗不过，只能硬着头皮，任凭我爸带她去了卫生间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一道杠。爸爸布满血丝的双眼如同鬼魅般猩红异常，后妈被吓得躲在卫生间里小声抽泣。我想说出刚刚在浴室的惊险，却无从开口，喉头好像被堵住一般，疼痛难忍。无奈只能躲进卧室里，透过门缝局促不安地看着这一切。过了半晌，后妈梨花带雨地从卫生间里出来，试探性地走到爸爸面前，拽着他的衣角：“听我解释好吗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爸爸被气的衣袖之下双拳紧握，牙齿哆嗦的咯咯作响。“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没有说非要孩子，我们可以不要孩子的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坦诚一点呢？”后妈嚎啕大哭起来，那声音几乎要穿透耳膜。“你之前说想有个我们的孩子，我又何尝不想呢？为了你的一句话，我甚至不惜铤而走险，想着到预产期去领养一个新生儿，只是为了你的一句话。你知道我顶着多大压力吗，言川？”我爸一听这话，又看了看楚楚可怜的林采泉，懊悔和自责致使他狠狠捶了自己一拳。他全然忘记那男人的存在，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深处的怒火，冲出卧室，一把推开了林采泉。我忍着喉头的剧痛，慢慢往外吐着字：“别装了行吗？那男人是谁？你敢说吗？你和那个男人打的什么主意？你当我不知道？”林采泉像是受了极大的冤屈，吵着要跳楼，对我爸一把抱在怀里，任由他一拳拳如雨点般打在自己身上。不得不说，后妈还真是有张条嘴，黑的都能被他变成白的。那男人又成了他出狱的弟弟，怕我爸嫌弃他，才没敢提起。爸爸虽心生嫌隙，但还是接纳了这个谎话精，还傻呵呵的让后妈把他弟弟带来家里做客。那晚我彻夜未眠，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房间时，我就叩响了爸爸卧室的门。“爸，今天给我办住校吧，我不想死在林采泉手里。”爸爸依旧觉得我在无理取闹，我百口莫辩。枕边风的威力太大，就连我这个亲生女儿亦无法撼动。当晚回到宿舍，那男人又和后妈打去了电话。后妈说一刻也不想再忍下去，但被男人谩骂着驳回了。“那你就争口气，早点拿到保险柜密码，不然真动了手逃都没钱逃。”后妈哭得厉害，鼻音极重，大不了不逃了。这糟心的日子我一天也坚持不下去了。那男人居然喊我后妈宝贝，语气也瞬时软了许多。“别急啊，宝贝，你那么聪明，肯定有办法。只要拿到保险柜密码，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呀。”书房里的确有保险柜，但爸爸从未告诉过我里面有什么。况且我爸又没继承爷爷的集团，虽然爷爷说过集团早晚是爸爸的，可他对此并不感冒，只脚踏实地地做着小职员。那保险柜里怎么可能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呢？后妈肯定是在外面偷偷打的电话，这个时间应该没和爸爸在一起。我犹豫良久，还是给我爸打了电话，想要问个究竟。他并没有说保险柜里有什么东西，只故弄玄虚地说里面是价值连城的宝贝，可能是爷爷送给爸爸的古董吧，不然林采泉的野男人也不会如此上心。清早去上课前，我看到他们又在通话，彼时同学也在催促。我打发着同学离开后，听到了他们谈话的内容。原是他们今天想私会，连地点都约好了。这样冒冒失失地告诉爸爸，肯定无济于事，说不定他真能引狼入室。我拿滚烫的热水杯放在脸上捂得通红，一步一挪，虚弱地去了班主任的办公室。请好病假后，我去了他们私会的地点，他们选在了一家咖啡厅。我坐在2楼不易被察觉的座位上，警觉地看着1楼林采泉落座的位置。没几分钟，那男人来了，我急忙掏出手机，确保是静音且没开闪光灯的状态后，准备拍下2人约会的合照。林采泉站起身，坐在男人身旁，头靠在了男人肩上。男人看似有些不自在，借着喉咙痒的缘由，轻轻推开了他。他挠痒时不经意间抬了抬头，正巧被我抓拍到正脸。我将头缩回去，看着那张照片，居然是当年开着越野迎面撞过来的男人。
5岁那年，爸妈刚离了婚，妈妈和她的初恋去了国外，从此再无联系。爸爸带我去机场和妈妈告别，回去路上，爸爸虽有些失意，但车开得还算稳。谁知迎面冲过来一辆越野车，爸爸只是有些擦伤，我伤得比较重。破碎的前挡风玻璃有一块正好扎在我的胸口上，血霎时染红了衣服，但好在没有伤到内脏，我也只是看到血下晕了过去。醒来时，那男人骂骂咧咧的怪我爸开车不长眼，叫骂声夹杂着痛苦的呻吟声，是越野车上的孕妇在痛得大叫着。爸爸拨打了急救电话后，在车外询问着越野上那个捂得严严实实的女人的伤势。那男人一脚踹开我爸，神色慌张地上车离开了。离开时，嘴里不住地喊着：“要生了，要生了！我媳妇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要你的命！”看来越野车上那个头发遮住半张脸、痛到晕厥的女人就是林彩泉。她的那份摘除子宫的报告日期也对上了，就是那次车祸后摘除的。可那次车祸是林彩泉前夫的过错，凭什么要算在我爸头上？在我气愤不已时，1楼座位的男人站起身，踹了林彩泉一脚，嘴里痛骂着：“要不是姓苏的撞人肇事逃跑，你怎么可能一辈子当不了妈？你怎么那么磨叽，那么蠢啊？要不密码那么难？”林彩泉被踹得低声呻吟着，半晌没反应过来。店里这时没有顾客，吧台也只有一个被吓得跑到员工室的姐姐。林彩泉勉强坐定后，将碎发掖到耳后。该死的老苏根本不告诉我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那男人只留了一句看着办，随即转身离去。在医院里，林彩泉磕破头求我爸平安时，我还以为他是用了情的，如今看来不过是密码没拿到，心不甘罢了。这个点，爸爸应该在出差回来的飞机上。林彩泉拿出气垫补着妆，看来他是去机场接我爸。看着林彩泉带有脚印的外套，不由得心生几分酸楚。原来那男人一直在骗她，车祸的事除了她前夫都是无辜的，可她前夫竟因为她当时昏倒，编造出如此无耻的谎言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他也的的确确想置我于死地，2次我都身处死亡的边缘。我必须把拍到的照片和视频亲手交给我爸，毕竟他的手机时常在后妈手里，我可不想再出什么差错。看着离开的林彩泉，我百感交集地回了学校。放学后，我没有回宿舍，和乐宁结伴回了家。到门口时，隐约听到屋内的谈话声，是后妈在套爸爸的话。我从书包里掏出钥匙，打开房门冲了进去，装作欣喜万分的模样，扑倒了爸爸怀里。酒气弥漫着整个屋子，我被熏得后退了2步。后妈见我回来了，不再追问密码，搀扶着醉倒的爸爸回了卧室。看来今天说了也无用，只能另寻时机。第2天上学路上，乐宁正在楼下等我，他煞有介事地开了口：“猜猜我昨晚和我妈去商场碰见谁了？”我疑惑地说出他的偶像，他不耐烦地白了我一眼：“真没趣，你都不好好猜。”和你说吧，我碰见你后妈见的那个男人了，这并不稀奇。是乐宁接下来的话惊到了我。他说昨晚他碰见那男人搂着一个挺着孕肚的女人，给他买了孕妇专用的化妆品，还特地去选了小宝宝的衣服。我惊叹之余，不由得遗憾地叹了口气。可惜林彩泉没看到这一幕啊！如果他知道自己被那男人骗得团团转，不知道会怎样呢？乐宁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灿然一笑。他为什么不能看到？原是他拍了视频。说着，乐宁将视频和照片发到了我的手机上。发送成功后，他抱着双臂，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，2颗小小的虎牙在晨曦下显得格外耀眼。我欣喜若狂地拉住乐宁的手，转了好几圈，欢快的笑声在风中飘荡。放学回到家后，爸爸在加班还没回来，只有后妈盘坐在沙发上，抱着半个西瓜，刚准备吃。她可能还不知道，马上吃瓜要吃到自己身上了。当我把她前夫与别的女人的照片给她看时，她放大了一遍又一遍，生怕看得不够真切。颤抖着把手机递给我时，西瓜不慎摔在地上。他没有抬头，只垂着眸子，黯然落泪，泪水混着西瓜汁和摔烂的果肉。忽然他蹦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：“苏荷，你看这地上的像血泪吗？”我拿出纸巾开始清理地板。那个男人骗了你，我爸没有肇事逃逸，是他冲上来撞了我和爸爸，而且当时我爸叫了救护车的。那男人……没等我说完，后妈哽咽着打断了我。他抹去泪水后，笑着看向窗外。你知道张凯怀里那个孕妇是谁吗？我将垃圾袋漱好口放在门口，见我正在看他，他摇了摇头，没有说话。后妈说那女人是张凯的初恋，我听了不明所以，但我知道我把该说的都说出口了。我爸回来时没有拿钥匙开门，故弄玄虚的在门口装配送员。他温润的声音极具辨识度。林彩泉调整好状态后开了门。生日快乐，彩泉！难怪他不开门，原来是腾不开手在拿钥匙了。只见他左手一束玫瑰，右手拎着蛋糕。后妈接过蛋糕和玫瑰要放到餐桌上时，爸爸从背后抱住了她。我尴尬地轻咳了2声，他才注意到原来我也在家，松手后尴尬地挠挠头。何宝，你今天放学那么早啊？我点了点头，回了卧室，掩门后才敢让眼泪掉下来。是啊，如果一直这样幸福下去该多好，可偏偏造化弄人。后妈笑着敲了敲门，眼角还挂着泪痕，但愿那是惊喜过后开心的泪。
餐桌上，爸爸从口袋里掏出蒂芙尼的钻戒，是一枚纯净艳彩的黄钻，在灯光下显得异常耀眼。之前的钻戒太小了，还是这枚更适合你。爸爸憨厚地笑着，为后妈戴在了右手无名指上。后妈眼眶盈满了泪，看着那枚明晃晃的钻戒，无声而泣。那顿饭吃得还算安稳，后妈笑着为爸爸夹菜，爸爸满脸幸福地为后妈斟红酒。次日起床后，后妈已化好了精致明艳的妆容，这一袭白色长裙与初见时无异，还是那么光彩照人。一双素手为我扎着马尾，怎么没戴戒指？后妈羞涩一笑，洗手做羹汤戴着实在可惜，出门时再戴。临近去上课前，后妈还不忘亲昵地喊住我：中午我煮你爱吃的大闸蟹，记得早些回来啊！我天真的以为一切都回到了正轨，殊不知这才是噩梦的开始。正午烈日灼心，我沿着阴凉处轻哼着歌往家走，就在楼下，我遇到了后妈的前夫。时隔6年，他已不记得我是谁，我不敢看他，径自往单元门口走去。小姑娘，你知道苏延川家住哪吗？不知道，我一字一顿说着，生怕露出丝毫破绽。回到家后，爸爸和后妈正在厨房嬉笑打闹，我将门反锁后松了口气。洗手时，门外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是张凯。我不敢出去，躲到卧室里拿出手机，正准备报警，却看到屏幕上弹出的监听推送。我插上耳机，听到张凯是后妈邀请来的。后妈说要和我爸好好过日子了，而且也知道他和那个女人的事了，好聚好散，一起吃顿饭，就此结束。那男人在电话那头沉默不语，愣了好久才开口：对不起，中午我会去的，祝你们幸福，也祝我……听着通话内容，我悬着的那颗心才落下来。可刚刚还在张凯面前撒谎，我实在不敢出去，亦不想与他同桌吃饭。后妈喊了几次，我都拒绝了，他拗不过我，只能作罢。席间，我趴在门口听着外面的对话，林彩泉还在骗我爸，他没说张凯是他前夫，而是谎称那是他犯错刚出狱的弟弟。张凯一顺着后妈的话接了下去。饭桌上的3个人，2个都在各怀鬼胎，只有我爸被蒙在鼓里。我没有出去告诉爸爸，而是压低了声音，躲进被子里准备报警，还没打通电话，只听得酒杯摔碎的声音。我顾不上害怕，抄起桌上的杯子冲了出去。只见后妈摇晃着红酒杯，哼着一首摇篮曲，爸爸和张凯已经倒在地上。看来林彩泉是故技重施。你疯了吗，林彩泉？林彩泉抱着我爸嚎啕大哭，并未理会我。傻瓜，不是说过不让你喝那瓶酒吗？为什么我去洗手的功夫你还是喝了？言川话锋一转，他狠狠地踢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张凯一脚。该死的是你，该死的人是你，为什么要让他喝下那杯酒？为什么？话音未落，他随手捡起散落在地上的碎片，滑向张凯的脖梗处。我哭着跑过去抱住我爸，拿出手机叫了救护车。他没有理会，跪在地上，从一堆碎玻璃中捡起一片最为锋利的，疯子一般向着手腕上割去，嘴里还唱着摇篮曲，还不时吐出一句话：为什么我爱的人都要夺走？医护人员来时，张凯因抢救无效当场身亡。我爸虽还有条命，却已是奄奄一息。林彩泉倒在血泊里，双眼紧闭，默默流着泪。救护车带走了林彩泉和我爸。经过了2天的抢救，爸爸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。林彩泉因心理创伤问题，只知道哼唱摇篮曲，时不时就会自残。护士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他注射镇静剂。爸爸转入普通病房后，精神萎靡，眼神涣散，好似丢了魂。走廊上的林彩泉看到我，疯了似的冲过来掐住我的脖子：是你杀我的孩子，是你杀了言川。我被掐得险些背过气去，几个医护人员才将他拉开，正要带他走，却被我爸叫住了：小何，你先出去，我想和他聊聊。爸，他疯了！我和医生都被赶了出来。我站在门外，透过玻璃看着林彩泉，生怕他在做什么出格的事。病房内，爸爸拿出那枚明黄的钻戒，戴在了后妈手上。后妈看着那枚戒指，安静了许多，似是恢复了些许理智。从你嫁给我那天，我就知道你的身份了。越野车上的孕妇手上有条疤，婚礼那天我为你戴对戒时看到了。后妈哭了，如孩童般放肆痛哭。爸爸抱住她，继续说着：我想试着温暖你，可我还是输了。和不爱自己的人比心狠，怎么可能有胜算呢？原来我爸什么都知道，只可惜他爱错了人。后妈因为精神疾病，只判处有期徒刑8年，期间还要强制医疗。爸爸自那以后再也没谈过恋爱，我有劝过他，可无济于事。至于他是不是在等林彩泉，无从得知。如今我已18了，也算是成年人了，对于8年前的阴霾，早已记不清了。唯一清晰记得，那年我好像死过一次。高考过后，我如愿考进了理想的大学。这几年从未注重过外表的爸爸，居然开始健身了，还继承了爷爷的集团。我们从居民楼搬到了别墅里，那里的旧物件都丢了，唯独书房里的保险柜搬到了新家。送我去大学报到的那天，我终究没忍住，开口问了保险柜的事。
爸爸抚掌大笑，那里面是你掉落的第一颗乳牙。我对这个答案极不满意，嗤之以鼻地看着他，我还以为真有什么宝藏呢。切，爸爸的心情格外的好，他轻抚我的额头，那对我来说就是价值连城的宝贝。在学校与爸爸分别前，我看了看日期，正好明天林采泉该刑满释放。爸，别走了，我请假陪你在这待2天吧。咱爷俩多久没旅过游了呀？爸爸看了看手机，不了核保，爸这几天太忙了，过阵子一定来。许是怕我再挽留，说罢便匆匆离去。看着爸爸的背影是那么轻快，走到交叉路口时还不忘回头冲我笑，笑得格外灿烂。我已经好多年没见过他这样的笑容了。